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。本期带来一个特别节目——年度10佳盘点。这也是我的节目当中第一次出现这种盘点，实在是要拍的太多。这份榜单只针对变形金刚玩具，虽然我也有玩很多优秀的国模，比如魔兽系列、肠道、CCS， 还有人偶里面的吞食工作室、福瑞星球、海牛工业等，但是我个人还是根据自身垂直度选择只盘点变形金刚。然而，变形金刚当中现在又分支出了记忆动画线、电影线、BW 线、漫画线和原创变形玩具系列，我将会进行个别梳理。Yuri Park 仅从产品本身来讲，肯定是第一中的第一了。公平起见，本期不再赘述这款玩具，大家可以看我前面的视频。接下来要开始正式榜单之前，我要说下我的评价标准。首先就是肯定要在2022期间发售的产品。我的工作就是玩玩具、拍玩具，所以对玩具的手感要求直接就是最大。然后玩具的评价每个人标准不一样，我这边的侧重点依次是设计感、工艺、美型度，最后才是还原度。当然也没有给每款玩具按前面的标准打分。总体还是主观为主，价格不会是判定的标准，但是我也会给出购买建议。首先是几套我觉得比较推荐，但是又不能进前10榜单的。第一，孩之宝 SS 电影5人套，盒子漂亮，一次买齐5小强，省心。质量你们爱咋说咋说，这个能差到哪儿去呢？FT 插色开路先锋，大家自行2选1。FT 帅硬，插色配件太爆炸了，相当好。不过 MP 已经来了，3款大家自行判断吧。3. 插色 Hyrair P34， 插色的消防车，载具都很帅，冷门的好物。4. 风雷模型锋刃，说实话，我本来想把这2本排年度第一，因为榜单都是个人喜好向的。5. 孩之宝汽车大师，这个不多说了。6. 孩之宝核心级系列，官方一般会在新系列新比例用心，懂的都懂。7. FT 感知器 ，FT 的头雕第一次让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帅。8. MMC 大恐龙萨拉斯，胜利斗争的反派领袖，目前最好的萨拉斯，不过角色我个人实在陌生。9. BT 锋刃，妹子总是好的，这一段时间的霸屏玩具，期待他家的黑寡妇。10. 铁工厂钢索，铁工厂家最好的产品之一，也是今年我唯一记住的铁厂产品。下面开始榜单 ，BW 和电影系列只取前5。先来电影系列，第5名 MT 外传威震天。在官方自己都没有完整设定图的情况下，设计师搞出来了一个很帅的外传造型威震天，质量不错，但是载具有点萌。现在价格可能有回落，也许是入手的好机会。第4名 MPM 眩晕。论设计，眩晕的表现在近10年内都可以说是最强之一。不过由于这个版本大体框架能看到 SS 的影子，加上体型还是没有显得太大，总有一种没有彻底达到这个角色顶峰的感觉。不过目前正版价格也不高，非常稳定，我个人非常建议大家早点入手。MPM 的优秀作品一般几年后还是会涨价的。第3名 UT 油罐威震天。帅气的载具，堪比雕像的人形。UT 第一次尝试大规模做旧涂装，到了沙漠色版本逐渐炉火纯青。这是一款你上手后就知道能有多好的玩具。同时，设计师也很好的完成了变3造型威震天这个变形基本不可能的任务。考虑到把玩性、造型、质量、配色选择真的很强。第1和第2我纠结了很久，他们都是配得上，但同时又有可以匹敌的超强对手，我很难主观做出判断，都是我觉得优秀也觉得特别爱不释手的玩具。第2名 Metagate 3变漂移，第一个电影系3变金刚突破，3变的同时人形超可动，又是突破。相对于设计师他自己，人形美型度细节大幅提升，又一个突破。我也不说废话了，设计师真是我们玩家的宝啊！第1名 MM01 擎天柱。MM01 擎天柱集众家之长，可变形里面的最强外传擎天柱玩具，扎实的质量，完美的漆面，考究的细节，无与伦比的美型度，变形还那么简单流畅。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了，之所以它能排到漂移前面，手感是它略胜的地方，而且毕竟角色是擎天柱，算是漂移的大哥了。接下来 BW 线，这是一条可怜的产品线，有最好最硬的粉丝群体，甚至马上都要有电影，但是我们的 MP 呢，还要出火车呢，都不愿意赚咱们 BW 粉丝的钱呐。所以基本 BW 有新品就能进前5，真的是太少了。厂家朋友们想赚钱就做 BW， 现在上车还来得及，抓紧吧。第5名孩之宝狼蛛，牛逼好玩还便宜，一度掉到100以内，目前最好的初代狼蛛勇士玩具，没有之一，以后也很难有之一了。第4名 TA 霸王龙，双形态都非常帅，质量也不错。其实这款在海外真的非常紧缺，价格甚至被炒高过，希望 TA 产能也能跟上吧。第3名孩之宝遗产魔鬼红龙，
这主仆俩哪儿都好，简单流畅还还原，又帅又能打，但是缺点是什么？太小了。红龙我无所谓，我有匠心有 PE， 魔鬼以后要是有 MP 比例就再好不过了。第二名 TA 老鼠 ，TA 零件数最多的一款产品，扎实的电镀，帅气的人形头雕，老鼠勇士最帅最强的形态。第一名挑战不可能 ，Metagate 蛇鸟。这款产品说小一点年度最佳，说大一点 BW 诞生26年来震撼程度可以说是仅次于 MP 星星队长首次发布的时候。作为一款迷友心中最难实体化的玩具，设计师仅用几个简单步骤就实现了，确实这里面有多年的设计经验沉淀在里面。不过目前样品版本还不是它的最美形态，我们继续期待大货，顺便期待它后续的作品。下面就是动画线了，我将小比例和大比例都排到一起，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讲，大小比例是可以同线竞争的。第10名，魔方大擎天柱。我拍的少不代表我不认识啊。魔方的大擎天柱，大体一看，外观像是照着 MP44做的，但是它在保留 MP44大体外形和可动性的同时，有较好的一体性，适合把玩。虽然细看下来手有点短，胸腰不太自然，但是在目前的 MP 比例擎天柱中，它还是有一战之力。第9名 ，KFC 垃圾王。单看 KFC 垃圾新人，任何一款都是一个普通的 MP 比例玩具而已，但是这家伙有10几个长得不一样的兄弟，加上 Like Toys 巧妙的合体创意，让这套垃圾新人看起来更加有趣了。从看到大合体的第一眼起，我就觉得特别的佩服，真的会玩啊！能排到这儿也是两者结合到一起才行。创意是玩具的灵魂，为了鼓励这个创意点，排到第7，个人满意。第8名，一丸天开超合金剑神。第一套原创船型合体金刚，然后合体形态还是一体变形，单体来看也是合金模型质感。排名低还是因为没有完全合体，目前对它的评价还需要再观察。第7名 ，MMC 重装奥利安。MMC 经典的漫画线成品，最强最帅的版本，配件最多，还原的是 IDW 漫画中奥利安的造型，加上本身玩具可动美型都非常突出，我很推荐的一款。结合 MMC 一贯的好质量好售后，你还等什么呢？第6名 ，NA 天火阿尔西消防车。要是真按我个人的喜好 ，NA 又喜欢重涂，这完全可以再做个榜单了，就干脆捏到一起吧。消防车承袭经典，但是又再次优化，火流星的重涂版本更是做到了小比例最强的涂装表演。阿尔西不说了，它的重涂一个比一个诱人。要做好妹子变形金刚玩具，身材一定要好，而且它的变形零件参与度很高，又有设计又有美型。天火即使放大到 MP 比例，它也是一段时间内最佳的天火玩具。双形态造型美观，超可动，然后变形又非常简单。他家的开发思路里面，玩家的把玩体验一直是一个大重点。微妙的手感，适当的辅助位设置，又好看又好玩。当你发现一家产品的槽点只剩价格，那问题出在谁身上呢？第5名 Acura Max 大街，它在第5名，因为它还没有合体。这款产品的设计内藏乾坤，解决了消防车大街玩具变形绕手的老通病。脚掌收纳也是一气呵成，真正的武功是剑在心中，越简单越难设计。这套守护神目前单体出了2款，每个都是妙极了。OXR 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姜还是老的辣呀。第4名 FT 福特爵士。由于目前没有完整形态，福特很难给到高排名。最终1.2米形态登场后，它将震惊全场。单体来看 ，FT 终于有了既美型、变形又简单的玩具，加上他家一贯的最强质量表现，而且角色上也是第一次有真正 MP 比例的福特出现。各种加成来看，是一款很好的作品。而爵士目前各位还没拿到，实际上到手后变形非常简单，人形也是目前最佳，人车一体性也相当优秀。今年的老牌劲旅 FT 发挥很稳定。第3名 MS 雷电，排名越靠前争议越大。这套雷电在公布之时虽然有人期待，但是不看好的声音有很多。与官方正面抗衡，还是很难做的大合体，结局似乎早已注定。但是厂家用效率告诉我们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厂家竟然在半年左右直接完成一套6人组的 MP 级别合体，载具比例当然崩了，但是人形每款都有较好的美型度。合体形态下，除了胸甲之外，完全不需要外拆配件。自带合体大脚掌，合体手完美3形态收纳。合体形态美型高分，一款3形态只崩载具，而且载具并不是全崩。虽然这款有不少人骂，但是玩合体金刚的老哥们早就偷偷买齐。现在这款产品价格还在上升阶段，没有入手的可以理智等等。设计师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只要你工作足够拼命，在任何时候你都会给自己留住机会。第2名长王阁星星。
扎实的做工用料、精美的涂装、极具原创度但又有辨识度的造型，加上硕大的拳头武器，这款产品作为一个单体已经足够优秀，合体形态的变形过程也是颇具巧思。它没有登顶的原因是它是合体成员，然后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大合体，在国内和国外玩家社群中也是经常被讨论的一个系列。我们也期待最终这套8人大合体的表现到底怎样吧。第一名 NA 钢索，要我说，在基于宇宙系列，我最喜欢的角色肯定是擎天柱和钢索。NA 的钢索看似没有变化的老设计，但只要你拥有08和 SS86 版本，你就能感受到 NA 版本的进步。人手的龙爪简单的翻转实现形态变化，腿部与肚子的扣合巧妙实现龙形态的饱满度，步骤简单的同时保住了可动与美型。到了 EX 版本，大量仿贴纸涂装，有人觉得买它的 KO 版本是不是就能体验它了？我认为一款产品不仅是玩设计、看造型，做工体验也是重要的一环。所谓的玩具评价排名，也只有真正摸到玩的人才最有发言权。至于小腿的盖板，我只能说，你如果说想去喷一款玩具，你可以在它身上找到任何你想找到的缺点，这个东西看个人了。年度10佳的榜单就到这里了，各位觉得如何呢？你心中最喜欢的玩具上榜了吗？在节目的最后还有特别环节，有几款特殊的产品我也想跟大家聊聊。最佳劳模 NA 擎天柱，从产能角度看 NA 真的是太可怕了，而这款柱子原色也由于是去年底就发售，不能算今年新品，但是柱子的完全体又是在2022年出现的。这一年当中 NA 疯狂地将擎天柱重涂了数十种颜色，然后每个还不一样，有几款确实是优秀有特色，还原出柱子的不同状态，也有完全就是擎天柱正常状态的重涂。这里面的 27M 我个人最推荐，这个版本没有车厢，全身上到了闪亮的金属漆面，拿到手的一瞬间感觉就是个合金小柱子玩具，太美了。坚持就是胜利 TRC 版擎天柱。AEC 的动画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，但是它的玩具一直是米友称赞不少的。前有 FH 东施效颦 TR 6年磨一剑，终于推出了 C 版擎天柱。TR 与上面几位相比，曝光量确实没那么多，但厂家的心思似乎全部用在打磨产品上。这款产品设计并不惊艳，甚至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，但是本体扎实的做工用料、完善的涂装也能看到厂家的决心。目前样品视频已经有各位大佬完成制作，大家可以再多了解一下。顺带一提，它的定价只有隔壁的一半，搞点券甚至能更低呢。遗憾的谢幕 TW 天火。TW 二战产品线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。老战士天火作为系列的最后一款，变形设计还算简单，合体概念也不错。可惜这个系列最后几款做工都不稳定，有点遗憾。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 TW 的作品出现。最佳笑话 MPG 雷电系列。作为官方 MP 新系列的重头戏产品，新出的2款不能说是差强人意，因为差强人意是勉强让人满意的意思。这2兄弟的表现可以直接说是舍本逐末，尴尬至极。作为合体金刚，最重要的合体形态完全牺牲，而单体成员连头部和手腕大小都差异巨大，再加上各种为了载具牺牲的人形美型度和半成品一样的四肢包裹，结合官方自己铺天盖地的宣传造势，虽然目前还没有完全合体，但是后面的成员很难让人再有购买欲望了。本期的字数可是真长啊，设计的产品也远远不止10款了。每年的产品都是很多的，各个厂家也在竞争中逐渐提升产品各个维度的分数。我们可以发现，起码目前的产品来说 ，TF 的核心系列依然是围绕机角色为主。好在 BW 和 AEC 也逐渐有了成熟的体系的玩具。TFP 这边，阿帕奇最近的质量也在慢慢提升。明年随着超能勇士崛起的上映 ，BW 系列玩具应该会出现更多好玩的。这次的榜单是通过我个人把玩经验得出的，没有偏颇任何的厂家。当然，以我一个人的视角和标准来评判这个玩具，势必有不公平的地方。我也只是以玩家角度，从个人喜好结合产品素质来进行选择。也欢迎各位补充留下你自己的看法。好了，祝各位明年多多赚钱，买到更多自己喜欢的玩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Show Z Store, the best place to get your Transformers with the best price.